嗨，大家好，我杰夫。我们今天来拍反手拉球，喜欢我们的朋友就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我们立马开始，走。我们今天在我们的专业乒乓竹南馆邀请到我们的创办人兼资深教练林博慈林教练。好，那我把它变出来哈，我把它召唤出来哈，3、2、1。嗨，大家好，资深教练林教练。那第一次来到贵球馆，你们的球馆跟台北市比起来是大的有点离谱啊。厉害吧？这边总共有多少张球座13张左右。哦，这边真的采光又好，地方又大，然后专业的止滑地垫，一样有在训练职业选手。也有，听说你有4间，是不是？在竹南、头份、是苗栗、香山，总共4间。对，然后多少教练？如果说正职加兼职的，大概将近快。当初你开这样的球馆，你有没有什么愿望？还是你就是想说开一个球馆就可以退休了？我的愿望，我当然希望全台湾每个乡镇都有一间球馆啊。哦，对，全台湾都要会打球。我们今天全台首次开放给附近的民众、球友，甚至我们的粉丝，公开我们的拍摄过程，甚至让他们体验一下哦，原来在 YouTube 上面这个影片最后的呈现长这样，还原现场的概念，对不对？那我们就话不多说，立马开始。好，林教练，你先帮我们分享一下什么样的球可以使用到反手拉球？主要像我第一个人家发球给我到反手位的时候，我可以直接做反手的起板。第二个就是可能在对方切球，不管是正手切还是反手切，切到左半边的时候，我也是会使用反手去拉球。针对出桌的球，对不对？长球，你只要出桌起板，你就是上风了。观众应该有听到一个要点哈，出桌的长球只要起板，你就属于上风。对，基本上如果出桌球你再切回去，你也很难切成短的。对，所以你大部分的切回去就是出桌球了。对，没错。那你等于是送回去给人家拉。那当给人家拉的时候，那就变人家先上风，对，这个意思，没错，对不对？我只要先起板，我是压着对方打。那正手拉你会，但是反手拉确实比较难一点。我们现在先分享一下我们的反手拉的基本动作。反手拉基本动作，那我们第一个就是重心要弯下来嘛，是，那2只脚与肩同宽，稍微可以稍微大一点，就它肩膀稍微宽一点，那我们2只脚尖是平行的吗？差不多，我自己是差不多啦，差不多。为什么要平行呢？因为我们反手衔接正手会比较快。如果你今天是右脚在前面的话，对，有些球友可能会右脚在前面拉，对，我右脚好，我拉完，人家到我正手位，那我可能会变成这样子，对，右脚在前面，对，或者是我还原一点，我2只脚也是站平的，对，这样不利于我们下一板的做衔接。OK， 对，主要是衔接的关系，下一板球。好，再来呢？第二个就是我们手放下来。手放下来，那我们放下来的时候，教大家一个小技巧，是球拍站直90度，稍微微压一点点，是手腕稍微下来一点，是，然后整只手下来，对。那球的话，像我自己会在拉最高点偏下来的这个位置去击到球，稍微准备往下掉的时间点去拉球，我觉得那个时间点是最好拉的。拉到球的时候是在刚准备手腕要出去的时候，那我们反手动作主要都是在于前臂带动手腕。上来的时候，球还没击到球的时候，基本上还是以前臂往前往上的时候。是对。那拉到球，手腕刚启动的时候，站直你的手腕一碰到球，就可以拉到球整个面。你拉出去的球就会很有摩擦力，很有旋转。OK， 好，我这边提醒观众一件事情哈，为什么手臂要带动手腕这件事情？因为你的手臂无法瞬间，你要咬球、要吃球，一定要有瞬间这个速度在。你没有瞬间这个速度在，你就造成你会吃球不够，你的球就会被对方的旋转去牵制了，因为你的瞬间不够快。所以你的手臂带上来之后，为什么要加手腕这一段？因为你的手腕瞬间一定比你手臂的瞬间来得要好，对不对？我这边补充给大家。那再来，所以这一个动作除了手臂上来带动手腕，
摩擦之后，等于是从这边等于是大概是8点7点半的位置，带到12点的位置。我自己会是在这个位置，大概是这个位置，对不对？好，第二个重点是我们在反手拉球的时候，手一定要到桌子底下来，对不对？没错，因为我们要产生弧线。要产生弧线这件事情很重要。对，为什么不能直接在台内上这样做？因为你板子没有下来，你跟球没有你球拍没有保持在球的下面，你很难去拉创造一个弧线，那你就很容易的去下网。等于是这一段再下来，在这一段的地方你就得加力了嘛。等于是有个起跑的概念嘛，对不对？机器发力，放松用力的感觉。因为球弹起来在高处的时候，如果我的球拍在这边去对准球，只有这一段的话，你没有前面的起跑的位置的话，力量是不够，的，对不对？我们现在教的这个反手的拉球，基本上过来的球都是下旋球。对，所以如果你的力量不够，你的咬球不够精准，摩擦的不够的话，你等于是会被对方的下旋球给牵制。对。所以你的球就会往下掉，大概是这个意思，对不对？差不多。好，那再来我们的下半身呢，身体的部分呢？身体的话就是一样正常微弯，膝盖压下去，重点是我们重心膝盖要下去，是让我们整个人的重心下来。那我们重心下来，手只要往下，其实你的手就已经在台桌下了。OK， 对，然后再去带动你的前臂击球的时间，加上手腕。OK。对，然后在摩擦的那一瞬间，会有一点点踮脚尖的重心往前送吗？其实我会看球的旋转。如果这个球很转，非常低的话，我反而重心会往上多一点，因为我把球带动起来。OK。那如果说球是偏高不转，那就是真的会重心会往前。OK， 这边讲到一个关键哈，就是假设这颗球如果太过转的话，太沉的球啦，你就变成我的弧度往上一点。对。等于会我失去了一点的往前冲的力量，对不对？但是我主要是要把弧线挂起来，挂转，对，拉弧线球，对。所以简单来说，我们可以好区分，就是当你往上一点就是转一点，往前一点就是冲一点，对，可以这样说吗？差不多，对不对？其实跟正手原理一样，拉弧线拉前冲。正手也是拉高一点就是转一点，对，往前拉一点就是冲一点，对。其实主要是在你拉到球的这一下，你是很转的球，像我自己会往上多一点，是。它球的弧线就会高，你就不容易去下网。是啊，如果说没有那么转的话，拉到球这一下的时候，我会球拍稍微压一下，让球是往前，把球压低、拉低、拉冲。OK， 对，这样子才会带到速度，对不对？才会带到速度的部分。好，林教练，我们讲完手的部分的动作之后呢，身体的动作我们该怎么做？首先我们的脚与肩同宽，稍微比肩膀再宽一点。是，那大概就是像我是自己本身大概抓这个位置。那我脚是会比较平啊。OK， 就是两个脚尖基本上会是几乎的平行，对不对？然后当然我们的重心可以稍微有点，重心可以放在前面。OK， 有一点点微微要往前跑的感觉，有点颠的感觉。对。好。那接下来我们下一题呢，就是我们基本动作都做完了，我看完我也都学会了。那如何把球加上质量再出去？加上质量，大家首先要掌握一个要领，放松用力，放松用力。我这边先补充一下，我拉近不代表我的球就是有质量哦。比方说，我直接讲一个最直白的，我拉起来，对，球过去了，进了，但是球没有旋转，那它就是没质量。我只是刚刚好把球接回去而已，但是并没有造成对方有杀伤力，或者是有后坐力，对不对？除非你是过度。过度不好就被人家一板打死了。OK， 对，就是假设你要拉高，那你被人家打死了，那你这一板也白做了嘛，对不对？所以基本上你拉过去，你当然会希望这颗球是比原来更转，而且是往前冲的，那就是所谓的加上质量，对不对？那我们放松用力，所谓的放松用力，像反手这个动作，我自己会以肚子为一个要领。手臂一个要领是前臂加上手腕加上瞬间击球的那一下，我们4个动作，把它集中在击球的瞬间。OK， 瞬间去用力。我演示一次，放松，你肚子稍微顶住，对，顶住。你在准备击球这一瞬间，对，就这一下，你这4个力量你要同时瞬间的去发力。OK， 小腹带动前臂，带动手腕，加上你的手指头。
OK，对，加上你的脚也要稍微往前蹭一下嘛，对，也是要顶住，对不对？脚就是要让你的身体撑住。比方说我们的正手的拉球，我可能会从右脚把重心转到左脚来。那很明显的会有一个左右前后的重心转换，但是因为反手的拉球，基本上两只脚是几乎是平行的，对，但是还是要有一点这种颠的这种感觉，抖一下的感觉啦，应该这样说啦，对不对？为什么我们说脚要撑住？有些球有可能捞球的时候，你重心跑掉了，你重心一跑掉，你的力量是集中不了的。对，这边林教练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哈。当反手的球来的时候，如果你要拉，或者是你要攻击，甚至你要弹，基本上都是要从肚子这个正中心出去，对不对？没错。假设你身体在这，球在这，很多人会这样子去击球。哦，当你的手一伸直之后，你的力量已经被跑掉了，对不对？没错，等于是你发的力全部都分散了，不够集中，所以你从正中间出去的时候，你才能完全把身体的肌肉放在同一个力量送出去。没错。好，那因为近期东京奥运林昀儒有一个反手拧的招牌动作，我相信观众一定会非常想知道，请问反手拉球跟反手拧到底哪里不一样？反手拧的话，主要会是在短球居多，重点是在于接发球这一块，要不然就是我发球，人家摆我短球不让我进攻的时候，主要都还是在台内。台内的短球才会有机会使用反手拧这个动作，对不对？那长球可不可以使用反手拧？它会不会有什么样的缺点？其实反手拧都可以啊，你今天站在这个位置，球来你也可以拧啊。对啊，只是说你这个位置的球，为什么你不直接反手拉，力量还比较大 ？OK， 对啊。林教练说到一个重点，就是反手拧它因为在台内，所以它比较属于速度型的东西。没错，就是我抢快，甚至调边。因为我等于是只用了这边的力量居多，对不对？我的身体只是跟进去，但是主要是手腕跟前臂的力量去发这颗球，所以过去的力量就只有这边过去的力量，所以就是瞬间跟甚至调边的问题。那当我移到后面的时候，我一样可以用这个动作，但是你的球桌的距离变远了，对，相对你的球质、球速就会下降。对，没错。为什么会用反手拧？是因为球短，你用最小的动作去击球。那今天球长了，其实相对的反应的时间也长了，对方也准备好去击你的球了。那你如果还是用小动作去拉的质量就没那么高了。所以为什么要加上直接用反手拉这个动作？主要是这就是反手拧跟反手拉球的差异。对。好，我们最后呢，稍微再讲一点点，稍微算进阶一点的，也就是说，你判断对方球来的时候，其实你的拉球的方式会有一些些微的改变。林教练说主要会分成3种，请问是哪3种？这3种主要会在实战，像第一种是实战最常出现的球，比方说我今天主要会落在接发球，对方的动作让我以为是短球，对，结果他突然发一颗长球。OK， 挤到了，对不对？对，就是像杰夫刚刚说的，我切过去，人家要上手，那我只能赶快的先把球先挂起来，过渡起来。OK， 就是等于是先带起来的意思。对，先带起来，就是你已经以为预判它是短球，你人进去了，但是他突然一个快的长球出来，你就得退嘛，因为你会挤到。对，那你退的时间已经被你拿来退了，所以你没有更多的时间去发力。对不对？来不及把动作做完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赶快的用最快速度把手放下去带起来。对，好，这也是一种。那第2种呢？第2种呢，就是可能人家直接切过来给你的，要不然就是你判断正确，人家直接发长球给你转的。我所有的这球是转的，够下旋的。对，就下旋的。那我们可能站好的，把这个球拉得非常的转，拉一个弧圈球转。OK， 就是这一颗，就是你所谓的你预判正确，它就是一颗长下旋、出桌的下旋球。我就已经把位置站好，然后就去把动作做完。对，我就是把球拉得非常的高，非常的转。OK， 就是我也把我的动作做完，因为我全部都预判了嘛。那这一球就是我所谓的占上风的球了，是不是？好，那第3种呢？第3种就是可能人家切了，或者是发球的话没有那么的转，可能就只是轻轻的这样过来。要不然就是人家切过来，他自己没有切好，有点偏高的球。对，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直接把动作稍微再向左边伸展开来，去做一个发力的动作。它只是轻碰到。轻碰，其实轻碰跟加转差别差在哪？轻碰的球会稍微再慢一点点。
OK，那慢一点点就会让你有更多的时间去做这个引拍的动作。我拿到球的瞬间，我会往前再加多一点，然后拍面压一点，让这个球有点变成前冲球的感觉。好，这件事情我相信对很多观众会有帮助啦，因为他只知道，对，我要学拉球，我要学拉球，但是学完之后奇怪，每次一上战场，什么球都拉不进，因为他没有这样子去区分拉球的这个判断的部分。其实打球啦，不管是反手动作还是这种动作，我们还是要去判断这个球是怎么过来的。OK， 对啊，就是也是一个经验的磨练呐。对啊，一步一步来啊。好，这一集反手拉球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林教练，我也真的没有白跑苗栗一趟，他解释的相当的完善。那这个场地真的很不错，如果你住苗栗附近，甚至你是新竹的朋友，自家球馆任你挑选，而且他们有20位资深教练让你挑，非常的不错哈，真的值得推荐给大家。那林教练刚刚有说，他们接下来定期甚至每一周都会举办一些友谊赛、积分赛、友谊赛。那住附近的朋友可以随时 follow 他们的 FB 哦，他们定期都会有一些活动公布给大家。好啦，那这集就到这边，再次感谢我们的专业乒乓林教练，喜欢的朋友就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希望这集对你有帮助。我们下期见，拜拜。我要讲话，问好啊！好，我也好。好 ，OK， 再一次。林教练讲的你有听懂吗？没有什么问题吗？你呢？你觉得他讲的好吗？还行，还是你睡着了？你觉得他讲的好吗？还行，你呢？你有在听吗？你有听懂吗？还可以吗？可以啊。你呢？讲的还可以，普普通通，讲的很棒，还不错，可以吗？那跟你想象中影片里面的长相是不是有没有一样？不一样。你是看我们的 YouTube 跟看现场就是差很多，差很多啊，比出场球有差很多啊，还是跟你想的一样？是不是很难很多哈？你在网络上看10分钟的影片，我们在这边要做2个小时，然后最后出来就是只有10分钟，是不是？拍片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哈，对不对？好，感谢你们来玩。